北京故宫文华殿的紫禁城凡尔赛宫联展都展了些什么文物，有什么看点？看完这个视频就全都清楚了。看展之前先说买票，现场是没法买票的，得在故宫博物院小程序上提前选好日子买票。现在是旺季，票价是60元，而且很抢手。然后说交通，地铁金鱼胡同站 C 口下车，沿着东安门大街一路走到东华门，但是东华门不能进，我们就一路绕到午门排队，这样可以免去在天安门排队的过程。走进午门之后，我们直接往东穿过协和门，再走2步就来到了文华殿。如果买票时没有勾选这个展，就在文华门门口扫码免费预约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文华殿的门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就文华殿的这个凡尔赛展已经开了很久了，这么久没有人做视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咱们今天就来一期啊！文华殿的结构是工字形，后面是主镜殿，中间有穿廊相连。看展的话，要按照这样的路线图来走。另外，这次展览持续到2024年6月30号结束。要看的话，记得提前安排好时间。展览的第一个单元是龙与百合花的相遇，龙指的是中国帝王，百合花则代表法国王室。1686年，暹罗使团将中国的宝物带到凡尔赛宫，除了瓷器外，还有这件局部镀金银壶。从此便给法国国王路易14种了草，于是他派出了使臣，这些人远涉重洋，最终于1688年抵达北京，见到了清朝的康熙皇帝，两国之间的交往也就此展开。当时路易14还给康熙写了亲笔信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康熙没有收到这封信。但我们如今却能看到它，这是一份意外的历史缘分。来到北京的法国使臣还带来很多科学仪器，以及数学、地理、天文、医学知识著作，这些都在展厅后边。眼下我们能看到的是使臣之一白晋所写的《康熙帝传》，这本书列举了康熙与路易14的共同之处，他也将中国的信息传入了法国之内。而这本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访华纪实里边的记录就更为详实，那是西方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资料。此时传入的法国元素也为宫廷带来了影响，比如我们平时看的清宫帝王画像都是这样的，但这幅雍正画像就不太一样。画这幅画像的过程在电视剧中有过还原，哪怕是玩 cosplay， 雍正也在关心天文镜的奏折。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华帝国全志，因为资料详实，所以被伏尔泰盛赞。他本是普罗旺斯伯爵夫人的收藏，如今他已经是凡尔赛市立图书馆的藏品了。说到伏尔泰，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还是从小说《悲惨世界》里听来的，多年以后才知道他是一位解放思想的先驱，但却在国内饱受迫害，所以多次流亡国外。而伏尔泰的思想之一便是中国的历史和经典。当然除了伏尔泰之外，也有其他的人往法国传递中国的元素，比如仓颉画像就也被搬过去了。下边进入第二个单元，那便是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。有些法国风景是远渡重洋而来的法国物件，有些则是融进中国文物中的法国元素。我们来逐一介绍。首先来看这件铜镀金提环赤道公轨仪，这是一个便携日晷，在不同的纬度有不同的使用方式。它产自17到18世纪的法国，如今则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。再看这件铜镀金绘图平板仪，这就是从法国传来的数学仪器，如今它也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了。再看这个铜镀金测角器，和我们小时候的量角器一样，也是半圆形的，但我们用的是透明塑料的，不知道现在的量角器长什么样。它和很多其他的数学仪器一样，都被清朝皇帝连带宫廷自制的仪器拢到了一起，就成了一整套的数学仪器。现在我们走进回廊，看这套铜镀金壳画珐琅人物图怀表，这是路易15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之一。表外侧的黑皮用的则是鲨鱼皮。再看这尊法国钟表，他们钟表的一大特点就是钟表建筑化，这个观感不像是钟表，倒像是一个魔改的教堂钟楼，后边这一大堆法国瓷器才是重点。早先欧洲人不会烧瓷器，虽说可以从中国进口瓷器，但到欧洲就卖得很贵了，只有少数人才能用得起。后来连模索带模仿，他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瓷器产业。在路易14的年代，法国人的瓷器产业已经很成熟了，眼前的这些就是产自法国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瓷器，甚至有些还是乾隆皇帝下单定制的瓷器。此外，这边还集中展出了一些从法国传来的数学和其他科学用品，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在这个时代被译为满文，传递到了中国。另一个值
值得关注的是康熙年间传入的同度金盘式手摇计算器，虽然是手摇的，但可能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计算器了。后一个观看重点是结合了法国传入的珐琅工艺所打造出的新型器物。虽说明朝就有珐琅工艺了，但结合珐琅料和西洋元素做出的物件就又是一个新的风格。比较典型的是这个双耳高足杯，它外形仿制的就是西洋的高脚酒杯，上面的绘画则是西洋人的形象。再比如这一款福记文瓶，虽然用了源自法国的画珐琅工艺，但成品风格是中国风的，这也是清朝时期的原创造型。有个和它款式近似的瓶子，曾在香港拍出了2.07亿港币的天价，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。再看这些钟表，它们沿袭了法国钟表建筑化的特点，但外形不再像教堂钟楼，而是更像我们的楼阁式建筑。这个顶就很像古建屋顶，上边还有仰莲和宝珠。这个顶像是顶着西洋瓶子的六角攒尖顶，边上还挂着金鸟铃，但里边还保存了一些小天使，属于是把中西方的风格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。之后是玻璃制品，清宫的玻璃厂里是有法国工匠提供指导的。这个石花玻璃套红甲钴安和涂挂瓶可得重点说说。所谓的石花玻璃指的是用氢氟酸腐蚀玻璃，然后抓紧刻画图案所形成的工艺品，而它的创作灵感自然是来源于台北故宫收藏的宋代绘画安和图，属于是用外来的工艺重新诠释了传统的艺术品。其余的玻璃瓶子就不多说了，这东西北魏时期就有了，而这个时期的玻璃制品无外乎就是造型上做了一些创新，有的让人一眼看不出来是玻璃做的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下面我们进入第3个单元，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。远道而来的东西都是珍贵的，对清朝宫廷是如此，对法国宫廷也是如此。看我们眼前的这个客厅，这是对路易15的王后，也就是玛丽王后的私人房间所进行的一个复原。这个房间的布置全都出自于法国人对远方中国的想象，所以它也被称为中国人厅。而摆在 C 位的3个彩绘描金风景人物蛋形瓷瓶，则是法国宫廷的藏品，至今仍然被收藏在凡尔赛宫。再往前是法国王室人物关系图，我曾经以为路易14、15、16是祖孙3代，后来发现路易15是路易14的重孙子，路易16是路易15的孙子，这差了多少辈儿啊？那么他们这几代的王室和贵族又有哪些中国收藏呢？让我们一一看过来。眼前这件彩绘文章瓷盘看起来像是法国的，其实是18世纪从景德镇订购的。我发现欧洲的文章里用狮子的特别多，可能欧洲这玩意儿比较常见，换成我们这边就是老虎比较常见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能通过其他的文章瓷器来判断出欧洲人的文章花样很多，不止猛兽，也有花草物件，而这些瓷器也同样都是景德镇制造。之后的一些青花瓷和丝织品都是法国人的收藏品，这边展出的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，和法国人带走的属于是同款。而这一件白玉龙耳杯则是路易14的个人收藏，如今则是法国集美博物馆的藏品。说到丝织品，就不得不提到这幅《中国皇帝与天文学挂毯》，这是从广州博物馆调取过来的。它描绘的是中国皇帝与西方传教士一起观测天文的场景，它是西方人的作品，成品不是一件，而是一套，这是中国元素对他们的影响。除了挂毯之外，欧洲的建筑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，但是大多数图片里的中国元素都没那么好辨认。猜测是这里边的亭子是中式风格的，因为欧洲古代也有亭子，但一般都不使用这种攒尖顶。与此同时，也有很多中国书籍传到西方，或许其中就包括建筑的作品，自然就和法国本地的建筑融合了。之后的一批展品基本都是凡尔赛宫拿出的文物，比较醒目的是这幅乾隆皇帝像瓷版画，这是法国生产、法国收藏的东西，画出来整个一青春版傅满洲，乾隆应该是没见过，不然得跟他们玩命去。我们不难看出，很多产自法国、收藏于法国的瓷器，上面都有很多中国的元素，比如这些成套的瓷茶具，它们就有2个共同的特点：第一是上边确实有地道的中国元素，而且还真有点中式田园的韵味；第二是一眼能看出来，这都是老外瓷器的画风。既然它不是景德镇的出口瓷器，那当然就是法国制造了。再看后边这些瓷器，也都是法国产的，总体的装饰风格，尤其是金色的构件部分，可以说是一眼西洋，但它们正面的绘画部分分明又是中式的风景画，感觉他们用油画的风格给重新演绎了一下，但仍然是很明显的中国风。而其余的模仿作品，他们模仿的范围就更广阔了，
这件摔碎的瓷器很明显和青花瓷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件瓷瓶的底色模仿的是天青石的颜色，盖子模仿的则是中式阳伞。这个潘趣碗模仿的则是当时较为畅销的绿松石色，用途是装潘趣酒，也就是果汁鸡尾酒。这些淡紫色的蛋形瓶上面的纹饰，一看就是西方人演绎出来的中式花纹。这套也是非常昂贵，因为这个紫色很难烧。其实我们这边烧制紫色也不容易，所以紫色的瓷器特别少见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故宫紫禁城与凡尔赛宫的联展。之前总有人说清朝是闭关锁国的，实际并非如此，分明是人家开趴不叫你。也有人说闭关锁国是乾隆年间才全面落实的，但是乾隆自己可没少见识西洋的东西。博物馆里这都是小的，三山五园里还有大的呢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人家开趴不叫你。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展，可能对这些历史事件就永远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，而看展的过程便是一个眼见为实的过程，见得越多，就越贴近世界运转的真相。这便是我们要去多看、多见识、多思考的原因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